证明女鬼的口水是奶香味。我参阅诡异大学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闯进女生宿舍，和一只3S 级红衣校花吃起了嘴。本以为我会被诡异校花撕成碎片。 没想到竟然被他邀请我进行彻夜长谈，只因我在进入游戏前被告知自己的通关率只有不到1%。为了保持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理念，我直接脑子一热冲进了女生宿舍。没想到这个大胆的举动，竟让我获得了游戏的隐藏提示。于是从那刻起，我的整个画风突变。正当所有人都在参加死亡奥运会时，我在吃嘴子；当所有人被诡异折磨的痛不欲生时，我依旧在吃嘴子。此时我还有些懵逼，只见一名保安模样的男子走过来，左边男宿舍，右边女宿舍，现在你们可以进去挑选寝室。他一边说着，一边露出诡异的笑容。于是选手们纷纷按照自己的性别选择寝室，有不少人也发现了女生宿舍上的那行小字，但因为害怕违反规则，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择自己对应的寝室。最后只剩下我还愣在原地吃屎没有动作，因为我也发现了那行小字。难不成是什么隐藏提示？我睁大眼睛再次看去，可字体实在是太小，必须要走进女宿舍才能看清。于是我咬了咬牙，直接朝着女宿舍走去。反正通关率也不足1%，早死早脱手。看到你这疯狂的举动，整个龙国直播间瞬间沸腾。疯了，这小子疯了！我刚刚还以为他是在分析，原来是要去送死。不愧是小于1%通关率的选手，他要是不被宿管拿下，我直接吃。完了完了，这下我们龙国彻底完蛋了。叫什么叫？曾世武也只是个学生，换你去你就能拯救龙国。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诡异降临之前，还是多陪陪家人吧。就在这时，男保安突然开口：“你想要进女鬼宿舍？”听到男保安开口，我咽了口唾沫，看了看那行小字，坚定地点了点。校园没有规定不能进入女生宿舍，但你只能选择一次。最后问你确定要进去？我确定。好小子，但你的选择并不明智，因为里面有更恐怖的存在。看着男保安畏惧的眼神，我的心咯噔一下。虽然赌对了，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还不清楚那辆银色的字到底是什么，还有他口中的更恐怖的存在是什么。此时我也走到了铁门前，忽然一道悦耳的轻铃声出现在脑海中。人类的勇气是生命的赞歌，恭喜您发现隐藏规则提示，请您前往6楼614房间，无论发生什么头，不要回头。于是我脑子就当我来到614门口时，看到门上的隐藏提示，瞬间我操！进去后别说话，吻他。这是正经的隐藏提示吗？未免也太离谱了。看来是有人选错了。就在此时，宿舍外传来了播报：距离0点还剩30秒，还未进入寝室的选手将会被抹杀。不管了，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管它里面是什么，就把它想象成软萌萝莉。万一真的是隐藏通关规则呢？想到这里，我紧闭双眼，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直接一脚踹开。寝室门被打开，一个身穿红色长裙的少女站在门前不远处。看到红衣少女，整个龙国直播间彻底绝望。红衣诡异，规则副本里最强大的诡异之一，全球公认的 SNS 级诡异，活剥过不少选手。完了，现在不结束了，曾石武也会死得无比凄惨。对不起，下面的画面恐怕相当血腥，我不敢看了。此时我紧闭双眼，只能伸手瞎摸，没多久，指尖就传来一阵冰冷的触感。摸够了吗？一阵冰冷的声音响起，让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想到刚刚的隐藏提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猛然上前将眼前的诡异搂在怀里，直接吻了下去。怀里的诡异整个身子猛然一沉，眸子里更是流露出难以置信。刹那整个龙国直播间彻底沸腾。勇士，这绝对称得上是勇士。不是，他到底在干什么？虽然曾石武输了，但我感觉他好像赢了。废话，虽然是可怕的诡异，但长得比我们校花都好看。认可，有史以来第一个敢正面强吻红衣诡异的男人。只要胆子大，女鬼放产假。而我强吻女鬼的消息传开，其他国家的网友纷纷涌入龙国直播间。Oh my god！ 龙国的选手竟然强吻了 SSS 诡异。那你类似的剧情我只在特殊影片里面看过。영국선수시상상현님계정미려此刻热度在不断升高，然而好几分钟过去了，画面却始终保持在原地。放手，可以说话。听到提示，我放开了对方，松了口气，突然有种当瞎子挺好的感觉，至少不会睁开眼看到让自己终身难忘的场景。而此时红衣诡异却满脸红润，什么感觉？凉凉的，有点甜。要不继续？可以。只是还没等我伸出手，对方直接扑了上来，像上次一样直接吃了起来。而在我看直播的观众直接裂了。不是，这是什么啊？他们在干嘛？兄弟，你给我一巴掌，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所以说这还是诡异求生直播，而不是什么恋爱电影。别说了，我都快忘了，这是我们龙国最后的机会。这有冲突吗？你看着红衣诡异，有要撕碎曾石武的意思吗？谁他妈先前说长得帅没用的，自己站出来呀！此时龙国高层也是呆呆的看着这里。年轻人果然想法就多，感觉很离谱，但至少还没被淘汰。接下来要是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怎么办？管他呢，只要能播就能看。又过去了几分钟，红衣女鬼才恋恋不舍的松手，只是她发现我依旧紧闭着双眼。你不敢看我？听到这话我一愣，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总不能说怕你太丑吓到我吧？说出心中所想的实话。我听着提示音不由得想起之前发生的一切，至少提示并没有出错。也在这时，红衣诡异再次开口。当然，
如果你回答的令我不满意，我会杀了你。听到这话，整个龙国的观众心提到了嗓子眼。哥，夸他，求你了，我30的人都喊你哥了。曾哥这么会撩妹，应该会一些煽情的词汇吧？不说别的，直接照着对面的样貌描述也不会差。相信曾哥绝对不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掉链子。龙国观众紧张不已，但其他国家的观众却是乐开了花。看起来好像度过了难关，但跟诡异在一起危险规则更多。就在所有人紧张不已时，我突然开口。我进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担心你长得丑，可能是什么裂口女、长舌鬼，或者是什么脸上长蛆之类的，所以才闭眼。每说一句话，直播间里的龙国民众表情就痛苦了一分。曾哥，曾爷，求求你别瞎说什么大实话了。你睁开眼看看，虽然是 SSS 诡异，但模样完全就是顶级校花，好吗？你亲都亲了，夸几句怎么了？就当龙国观众已经做好你被撕碎、龙国淘汰的准备时，红衣诡异突然笑了。很好，我喜欢诚实的人。我的名字叫洛瑶，欢迎入住614寝室。洛瑶话音刚落，诡异世界立即传出通报：龙国选手入住成功。此刻龙国直播间瞬间安静，弹幕更是飘起满屏问号，就连我自己也有些不太敢相信。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跟你一起住？怎么，你不乐意？当然不是，主要刚才楼下那个宿管说了，每个寝室只能住1个人。切，你记住我的规则，在他之上。我点了点头，并不怀疑洛瑶话里的真实性。毕竟不管是从开始诡异宿管对女鬼宿舍的畏惧，还是我看到的提示，都足以说明眼前的诡异等级绝对不低。就在此时，隐藏提示再次出现：睁开眼睛，阅读校规。听到提示，我睁开眼睛，看到眼前女孩的模样有些恍惚。哦，这模样简直就是无数男人心中的白月光啊！比自己进门之前幻想的软萌萝莉更好看。看到我呆愣的模样，洛瑶凑到我面前：你再好好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像裂口女那种低等级的诡异？我没搭理她，而是看向四周。对了，校规呢？毕竟洛瑶可不是现实中会撒娇的软糯萝莉，而是 SSS 级诡异。软糯萝莉最多伤腰子，而她可是真的要人命的。此时我也看到了校规，我迅速阅读一遍。校规虽然不多，除了最开始进入诡异世界时的规则提示，主要的都是签到打卡。时候不早了，休息吧。一起睡？怎么？难道还怕我把你吃了不成？你想吃我还不简单，主要就是害怕你这床不结实。听到我的话，洛瑶脸色一红。床结不结实，你试试不就知道了。紧接着我只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拉向了床上，下一刻龙国直播间的画面瞬间黑了下来。什么意思？剩下的内容不给看了，充值入口在哪？我有的是钱，让我看。龙国官方出来说话，我心系龙国安危，怎么不给看？你的算盘珠子都打我脸上去了，你那是心系龙国安危吗？官方出来解释一下啊！我要看曾爷到底能不能通关。看到民众们的质疑，其实龙国官方演播厅的画面同样是漆黑一片。很快，几名技术人员立即转过演播厅的画面。大家看，我们也同样看不到直播，直播是诡异世界的投影，并不是我们技术问题。现在我们只能等待系统的播报，或者直播间再次开启。听到官方下场解释，不少民众也开始恢复平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直播虽然没有恢复，但关于我的各种切片和新闻却开始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直到早上8点，直播间才重新出现画面。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给盼来了啊！我跟老婆激烈争论了1个晚上没睡觉，就是怕错过了曾爷。我提心吊胆，就怕突然听到曾爷的失败播报。都说伴君如伴虎，更何况是 SSS 诡异，凡事不能光看表面。或许这次运气好，但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气了。此时我顶着一个黑眼圈从床上站了起来，整个人都显得有些萎靡。哎呦啊！跟鬼睡觉果然会死人的。不过通过一整夜的交流，我也明白了，对方虽然是诡异，但非常的孤独，而自己的出现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根本不可能开启的锁。而且除了副本原有的规则之外，副本里的诡异会定制自己的规则，不在乎对方的容貌就给予对方爱和温暖，其实就是洛瑶定下来的隐藏规则。曾15，你不要老压我头发。就在此时，洛瑶的声音在寝室中响起，我被吓了一跳，但看到对方并没有醒来，我也有些愣住了。诡异也会说梦话。就在此时，诡异校园里响起了播报：距离8点30分只剩下10分钟，请所有学生前往操场集合，参与死亡运动。这时，洛瑶也睁开了眼。死亡运动，你要去吗？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你只需要记住，不论是什么规则，针对的都是你们人类。我们诡异则是在副本的规则基础上自由制定规则。明白了。我点了点头，朝着洛瑶挥了挥手，起身离开宿舍。看到我从女鬼宿舍走出来，男宿管也好奇地走了过来。小子，你运气倒是不错，还行。那你可以告诉我你是选择哪个寝室吗？614。你确定你去的是614？好了，不跟你说了。
我还要去操场打卡。说完，我转身离去，而诡异宿管看着我的背影，喃喃自语：怎么可能？如果真是614，他怎么可能还活着？他的规则就连许多诡异都不知道，怎么会轻易被一个人类给打破？等我来到时，操场上已经聚集了100多人，距离8点半也只剩下了2分钟。只见一名身材高大的诡异走了过来。我是你们的教官，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一次的死亡运动都由我制定规则，所有人按照身高开始排列队形。众人开始纷纷寻找合适的位置。对不起，我迟到了。就在此时，一名金发男子从不远处跑过来，诡异教官却露出诡异的眼神。下一刻，代数选手淘汰。同时，校园响起了播报声。你们都看到了，如果有人迟到的话，就是这个现场。死亡运动现在开始，但你们必须要和你们的诡异校友一起配合才行。当然，并不是你们挑选他们，而是他们挑选你们。现在配对开始。下一刻，一群形状怪异的诡异纷纷出现在操场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无趣，无趣的人类玩弄起来没意思。一个个诡异在他们身上不停打量。就在这时，一个如同芭比娃娃般的诡异走到我的面前。就当我以为这个诡异会选择我时，他却突然转动头颅看向我身旁穿着制服的男人。很高兴见到你，亲爱的。小韩国选手竟然满脸微笑的主动牵住了女诡异的手，得意的看了我一眼。其他还没被选中的选手纷纷将目光看向我，眼神中充满了戏谑。龙国选手也太悲哀了，如果是我心太真炸。最好的机会明明正在靠近，可却在关键时刻离开。很快，所有人陆续配对成功，剩下的还未挑选的，基本上都是些低等级诡异。此时，一个长着3张脸、身材高大的诡异来到了我的面前。不用看了，没有诡异会挑选你的，还不快感谢我！可就在这时，一抹红色的身影正在朝着操场这边不紧不慢地走来。穿越诡异大学副本，当别人参加死亡运动时，我在和红衣诡异吃嘴子；当所有人参加诡异食堂，被诡异折磨得生不如死时，我还在和红衣诡异吃嘴子。只因我获得了游戏隐藏提示，任何游戏我都可以完美规避。此时，随着红色身影的出现，立刻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竟然还有人迟到，长得好美！我们选手还有这种存在？不，他不可能是人。参赛选手中女的就几个，他不是选手。而且在诡异世界，红色装扮可不是什么一般的诡异。红色的衣服，难道是 SSS 级红衣诡异？你们看其他诡异的样子，都很惧怕他。难道他也出来选人的？但选手已经不多了。看到洛瑶出现，其余诡异纷纷让路。您怎么也来了？我不能来吗？没，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找到了。洛瑶完全没有理会诡异教官，而是迈着步子朝着我的方向走去。就你了。所有人都看了看前方，挑选自己的诡异，又看了看洛瑶，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别高兴得太早，被红衣诡异选中肯定不是好事，这可是诡异世界，别想着诡异会放过杀死人类的机会。是的，以前碰到过 SSS 级诡异的人类都会死得很惨。可以开始了，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感受到这可怕的眼神，诡异教官连忙点头。既然所有人都已经成功配对，死亡运动正式开始。现在我将宣布第一个项目：死亡仰卧。没错，就是你们都很熟悉的仰卧起坐。跟你们配对成功的诡异配合，第一个历劫并无法继续的人类将会面临死亡惩罚，并且配对诡异也绝对不允许干扰人类。当第一个人历劫，其余人类成功过关。所有人听到这个运动，瞬间看向诡异教官，他都开始怀疑是诡异教官故意安排的规则，要他们被这些诡异按着腿进行仰卧起坐，简直就是一场噩梦。看到各自的诡异对象，所有选手都齐刷刷看向我这边，而我这边却完全不一样。洛瑶直接坐在我大腿上，只要做一个就能贴脸亲上的那种。我感觉你的体能不太行。看到洛瑶那挑衅的眼神，我挑了挑眉。哟呵，你昨天不是试过了？听到这话，洛瑶脸色一红。很快比赛正式开始，正当所有人在拼尽全力比赛时，一个身穿吊带裤的男人却躺着一动不动。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不行了是吗？有人已经历劫，其余人全体休息。不公平，不公平！凭什么我们在艰难求生，他却在那吃嘴子？听到这话，所有人看向我这边，顿时心态全部炸裂。要不我们休息会儿？我让你停了吗？洛瑶直接把我拉了过来。看什么看？白旗选手淘汰。听到选手淘汰的播报声，全球观众纷纷涌入龙国直播间。作弊，这绝对是作弊！凭什么你们龙国选手在那儿亲嘴竟然没事？虽然我不是呆叔的观众，但我也替呆叔的朋友感觉到不公。今天不是我们，但保不准明天就是我们。我们要举报龙国选手。别人为了求生都在那里努力，凭什么你们龙国不努力？龙国选手只会靠女人，根本没有任何实力。随着他国家的观众纷纷破防，反倒是龙国这边的观众一个个都兴奋无比。狗叫什么呢？什么叫作弊？你能影响诡异世界吗？举报有用的话，我们龙国早就举报了，还轮得到你们？靠女人，有种你们也去选一个 SSS 级诡异，他们的选手怕是看到 SSS 级诡异就吓尿了。就是曾爷的本事，你们羡慕不来的。可该说不说，曾爷这待遇我也羡慕的要死。听到龙国观众的话，其余国家气愤不已，可却没任何办法，他们只能祈祷自己国家的选手可以通关。死亡运动结束后，所有人前往诡异餐厅。欢迎来到诡异食堂，我为你们特地准备了美食。在此之前，我先讲述一下规则。我的规则只有一条，我将会随机选人，被选中的选手选择你想要的菜品，然后必须吃完。如果没吃完的话，
随着曾武屠夫的话落下，一个餐车被推了上来，餐车上的食物被罩子笼罩，根本看不清里面是什么东西。看到这里，所有观看直播的观众开始议论纷纷。规则不可能这么简单，别看上面写的是汉堡，拿开之后说不定就是什么恶心的东西。名字和包装并不代表食物的最终品质。如果你们不小心，真有人选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你们敢吃吗？你这样问没有人敢，可如果不吃的话，你就被吃了，真的就只能纯靠运气了。现在好像那个红衣诡异也无法帮助曾15。不只是弹幕观众，身在诡异世界的所有人类当然都想到了这一层，看向我的目光都流露出了幸灾乐祸。用餐时间到，曾武屠夫走到了人类选手的这边，指了指坐在后排的一个皮肤黝黑、来自于白象国的选手。来，你先出来选。白象选手看着餐车上的食物，忍不住颤抖。最终，他站在了一个菜名为咖喱羊肉的餐车前，停下了脚步。你确定要选择这个？我确定。曾武屠夫走到了餐车前，扯开罩子，一个餐盘出现在餐车上，餐盘上叠放着一片片肉。白象国选手拿起食物就开始吃了起来，没过2分钟，就将整个盘子舔得一干二净。曾武屠夫满意的点了点头，开始挑选下一个目标，很快就停在了一个女选手面前。女选手站在原地，身体忍不住颤抖。每个人只有30秒选择时间，你还剩下5秒。最终，女选手直接指向眼前的餐车，随着罩子被扯下，一团不可描述的物体出现在眼前，只见还有东西不断蠕动。看到这个，女选手直接吐了出来，浪费食物，把它带到厨房给他们加餐。下一刻，一声惨叫传遍整个食堂。该你了！我站起身看向洛瑶，曾武屠夫似乎明白了什么，出声提醒：在这里，他将无法破坏我的规则。此话一出，其他选手心里平衡起来，观看直播的龙国观众们也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曾哥，这回只能靠自己了。这个屠夫一样是 SSS 级诡异，所以才没办法破坏。不愧是 SSS 级副本，光是 SSS 级诡异都已经现身了2位。希望曾哥能选一个好点的菜品，然后把它全部吃完。无论是什么，曾15你一定要吃完啊，不然我们龙国可就危险了。你真当这是一般的东西吗？说吃就吃。可是，只能希望曾15运气能好点。就在此时，隐藏提示再次弹出，选择左边第一个。此时我正在参加诡异食堂副本，就在最后几秒，隐藏提示传来提示：第一排第一个。我选这个。听到我选择的食物，所有诡异全都面露惊恐。你确定要选这个？我确定。他一个人类竟然敢选择恶魔之卵，我们自己都根本无法接受那样可怕的食物。相较起恶魔之卵，刚才的诡异蠕虫简直太美味了。整个诡异校园能驾驭这个东西的，也就只有曾武大人。诡异们议论纷纷，他们还是第一次从一个人类的身上感受到恐惧。看直播的所有龙国观众再次陷入了绝望。曾爷为什么要选这种名字的食物？曾爷应该是故意想反着来，可看到那些诡异的样子，这绝对不会是好东西。写的是恶魔之卵，说不定是其他的东西呢。不可能的，你看那些诡异的表现就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恶魔之卵。连诡异都害怕的食物，身为人类又怎么可能吃得下去？曾爷的传奇难道就这样落幕了吗？曾15，你现在反悔，重新再选一次。扰乱规则对你没有好处。曾15，我让你重新再选一次。看到洛瑶坚定的眼神，我有些犹豫，最终还是选择相信隐藏提示。我决定了，我就选择这个恶魔之卵。你。哼，你的表现很不错，但我要告诉你，这里面就是真正的恶魔之卵。整个诡异校园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吃下一颗恶魔之卵。可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吃掉它，浪费就是死路一条。说完，曾武屠夫撤掉罩子，顿时一股刺鼻的气味传遍整个食堂，诡异纷纷闪开。这就是恶魔之卵吗？想到这里，我拿了起来，在鼻子上闻了闻。我没看错吧？这家伙竟然不怕恶魔之卵！看着让诡异们害怕的恶魔之卵，我有些纳闷啊！这他妈不就是一个皮蛋吗？难道诡异也害怕皮蛋？龙国直播间民众们也瞬间被我手中的皮蛋所吸引了注意力。我没看错，这个恶魔之卵竟然特么是一颗皮蛋。是的，没错，是皮蛋。我们龙国有救了。谁特么先前说曾15选错了，选的简直太特么对了。先别高兴得太早，即便是龙国人，也有吃不下皮蛋的。废话，正常吃肯定有人不喜欢，起码要比吃那些恶心的虫子好。但要是有人拿把枪逼着你吃，你不吃，可你们想过吗？他或许只是看起来像皮蛋。是，曾哥他应该没问题吧？快吃掉它，否则的话，我会把你做成肉泥。我点了点头，直接将整个皮蛋吃了下去。就是有点咸了，如果能来点酱油和醋，还有蒜蓉，拌一下就好了。此时我也终于确定，这个所谓的恶魔之卵就是皮蛋。曾武屠夫看着我一脸享受的模样，大为震撼。诡异们更是一脸骇然。这个人竟然真的吃了恶魔之卵，这可是诞生于恐怖深渊的卵，恶魔之卵，人类竟然能够吃得下如此恶心的东西。而且你看他那个样子，简直就是在享受啊！我记得没错的话，即便是曾武大人也难以吃得如此淡定。这个叫做曾15的人类，简直比曾武大人还要可怕。能这样吃恶魔之卵的人类，还有吃不了的东西吗？所以说，他甚至敢吃我们。诡异们说到这里，看着我的眼神里竟开始畏惧起来。
其他国家的选手也都被这些诡异的言语所惊醒，纷纷回过头看着我。疯了！龙国选手一定是疯了，这么恶心的东西，他怎么能吃得这么美味？我以前去过龙国，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有些熟悉？是皮蛋，是他们龙国的特产。什么意思啊？搞半天，他选的竟然是他们自己国家的食物。凭什么？凭什么他的运气能这么好？一时之间，各国选手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恨，而此时龙国民众却笑开了花。哎呦喂，我这小心脏真的受不了，曾爷又成功的活下来了。曾15牛逼，这都能选到特产，简直就是天佑我们龙国啊！开始那些狗叫的弹幕呢，人呢怎么不说话了啊？就算他们选手选到了，也绝对吃不下。面对龙国民众的反击，直播间中其他国家的弹幕此刻也开始嘴硬。不就是运气好点吗？人家白象选手的运气也不差，你们龙国不是常说水果年还不吃顿饺子？还早着呢，这才第1天，我就不信他次次运气这么好。龙国直播间的弹幕在疯狂地兑现着。与此同时，我吃完皮蛋后看向憎恶屠夫，还有吗？小子，你还想吃？有点没吃饱。哼，小子，恶魔之卵岂是你想要就有的？但如果你没有吃饱的话，你可以再选择一次。如果选错的话，后果跟之前一样，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听到这话，我有些犹豫。如果选对了，就能多吃一样食物；选错了，依旧会被淘汰。但对于拥有隐藏提示的我来说，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毕竟按照副本规则，每天只有1次到食堂用餐的机会。如果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对付这些难缠的诡异？想到这里，我的目光重新看向餐桌，眼神中带着跃跃欲试。告诉我你的决定。第1排第5个。我决定再选一次。有胆？那你这次选择的是？我根据隐藏提示的指示，来到一道名为百变鬼手的光球面前。我选这个。你确定？你这次的选择非常正确。洛瑶话音落下，其余诡异纷纷点头认可。他这次的选择倒是没错，百变鬼手，取自 S 级食材百变鬼的手臂，这绝对是整个诡异世界最好的食物，正好跟恶魔之卵相反。百变鬼手没有诡异能够拒绝。这人运气倒是真好，不仅有洛瑶大人撑腰，还选到了百变鬼手。只要餐盘里是真正的百变鬼手，就不会错。随着憎恶屠夫拿开了罩子，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很快就充斥着整个食堂，里面放置着正是一整条稻草人手臂。看到这道菜品，身后那些参赛选手一个个却兴奋了起来。我就说嘛，一个人的运气怎么可能会这么好？他已经把这辈子的运气用完了，这鬼手他不可能吃得下。你看他那样子，没有当场吐出来就已经很勉强了，该淘汰的终究会淘汰，耶稣也留不住他。龙国直播间的民众们看到这一幕，心瞬间凉透了。此时龙国观众看到我选择的食物，彻底绝望。不可能，曾15不可能吃得下这种东西，光是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这东西的恶心。我真是服了，分明已经过关了，为什么还要重选？哎，现在埋怨有什么用？就算今天不选，明天一样也会碰到的。44天每天都要选一次，谁都无法保证一直都能选对。那也总比现在就失败了等死好啊，多活1天那也是希望。你们怎么都这么丧啊？万一曾爷他真能吃下去呢？你疯了？什么变态敢吃这种类人的手臂？其他国家的弹幕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反击。龙国人还真别说，万一他还真是个变态呢？他连那种恶心的蛋都吃得下，鬼手有什么吃不下的？是的，没错，敢亲诡异，甚至还敢吃皮蛋，这也不算什么。总之，让我们感谢这位曾先生，帮助我们排除了错误的答案。此时我看着餐盘内的手臂，心中有些奇怪。无论怎么看，这东西都是常人难以接受的啊！这时隐藏提示传来规则：发挥你的想象，抱起来啃。也在这时，憎恶屠夫的声音紧跟着响起：你还有5秒时间。听到这话，我决定赌一把，直接抓住百变鬼手，就开始不断幻想。随着我不断幻想，手中的稻草人手臂竟直接变化成猪蹄的模样。看到真的变成猪蹄后，我直接开啃。2、3下就把整个猪蹄消灭掉。曾15，百变鬼手就让你这样给用的？你想象中的美食就这？憎恶屠夫也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你把它会想成恶魔之卵。而身后的那些诡异们也都纷纷摇头，满脸的不理解。同样不理解的还有直播间的所有龙国民众。卧槽了，曾爷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刚才明明是一条稻草人手臂，怎么变成了猪蹄啊？难道曾爷还会变戏法，把鬼手变成能吃的猪蹄？你疯了吧？你把那些诡异当什么了？还变戏法？那你解释一下，曾爷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管这么多，但现在能够活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但最为震惊的不仅仅只是龙国的观众，而是在诡异世界中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他国选手。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原本的鬼手竟然变成了美食？我不服，这曾15绝对有问题。他明明选的是稻草人手臂，现在为什么会变成猪蹄？给我闭嘴！百变诡异本身是诡异世界中的 S 级特殊诡异，它的浑身上下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变成你想象中的任何可以食用的食物。在诡异世界，百变诡异就是所有食物的来源，是诡异世界排名第2的美食。至于排名第1的美食，即便是百变诡异也无法变化的就是。
就在此时，几只诡异端着几个盘子走了过来，那餐盘上摆放的赫然是刚刚被淘汰的那名女选手。我看了眼正在享用那名女选手的诡异，脸色有些不太好看。洛瑶注意到我的脸色不对，走了过来。这不是第一美食吗？你怎么不吃？哼，亏你还说呢。你今天吃了恶魔之卵，罚你3天不能给我亲嘴。听到这话，我愣了一下，很快就想到了原因。我倒是没事，不过你确定这是在惩罚我吗？那就1天好了。1天？你确定吗？哎呀，我不罚你了就是，但你必须要清醒一下才行。听到我们两人的对话，一时之间整个食堂陷入了寂静。我没看错吧？洛瑶大人被人威胁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洛瑶大人这么惊慌的模样，就是面对校长，洛瑶大人都不会这么紧张的。你们可别忘了，这个人类可是能吃下恶魔之卵的存在。不，只是吃个恶魔之卵，又无法威胁到 SSS 级诡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因为洛瑶大人谈恋爱了。难怪连人类都不吃了，洛瑶大人是怕这个人类嫌弃他。突然，最后这名诡异话音刚落，洛瑶我不吃人类，可并不代表我会心善。洛瑶大人，那名调侃洛瑶的诡异直接被洛瑶撕碎，周围弱小的诡异更是瑟瑟发抖。哼，以后谁敢乱说话，这就是下场。周围的诡异和参赛选手连忙点头。这时他们也想起来，洛瑶可是诡异副本大学里仅有几位的 SSS 级诡异。洛瑶收回目光看向我，看到我的表情，洛瑶连忙走了过来。我刚才其实是没事。我伸出手擦掉洛瑶脸上残留的血迹，洛瑶瞳孔闪烁，直接扑了上来，若无旁人的就吃了起来。看到这一幕，所有参赛选手纷纷钻进去，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发出声音。看什么看？抓紧选择各自的食物，选好的尽快吃完。如果被我发现有浪费食物者，死。此时，其他国家看到各自选手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模样，集体破防。这不公平，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是我真的想一头撞死，也不要再继续。你疯了啊！你的死亡不仅仅是代表自己，还代表着国家。那你告诉我，我们都在艰难的活着，那个龙国选手呢？凭什么我们看的都是恐怖片，龙国直播间是色情片？不是我们的选手在吃屎，而曾师傅在吃嘴子。龙国选手的行为太离谱了，我希望龙国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看到这些弹幕，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们一个个都笑起来。解释？我们拿什么解释？我们也不知道曾爷这么牛逼啊！还有什么色情片？这分明是纯爱片，你们懂不懂？这就破防了，你们的选手不是还没淘汰呢？曾爷走到现在简直就是传奇，我要给曾爷出一本书。用餐时间好像快过了，我想知道曾15下午会去哪里打卡。同时在诡异世界里，食堂里的时钟也开始播报，距离14点还剩下30秒，现在请所有选手离开食堂，前往任意地点打卡。听到诡异校园传来播报，洛瑶恋恋不舍地从我身上下来，两人一起离开诡异食堂。就在两人走后不久，一个诡异的黑影出现在诡异食堂内。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叫曾15的人类必须得消失。此时刚离开食堂的我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我拉着洛瑶走在操场上，脑海中却不断在回想进入副本后发生的一切。虽然从一开始就有选手在不断淘汰，但现在已经过了3关，选手依旧有接近190人，显然这种淘汰率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甚至很有可能副本里有某种存在在控制着死亡率。就在我想的出神之际，洛瑶停了下来。怎么了？没事，你先找个地方打卡，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相信你自己的直觉。我点了点头，看着洛瑶离去的背影，心中不断思考接下来要去哪里打开比较稳妥。来了，你知道的，惊悚大学不允许诡异和人类谈恋爱。那只是你定下来的规则，只要你不在乎，就不会发生什么事。现在你必须离开他，无论是对他还是你都是好事。不可能，你姐姐把你交给我，我就必须要对你负责。我知道，可我不会离开他。如果他死了呢？虽然同为 SS 级诡异，但利用校园赐予我的规则，我可以关你3天的禁闭。他不会死，你只能利用规则才能够杀人。你说的没错，但这就足够了。话音落下，紫瞳化作一缕雾气消散在原地。洛瑶看着窗外，拳头紧握。曾15，我相信你。此时我也来到了444号恐怖教室内，刚走进去，幕布上就出现一个女人戴着面具的身影。请各位按照今日早上操场排队顺序挑选座位。等众人选择好各自的座位后，幕布中的女人再次开口：现在所有选手拿起你们的纸和笔，写一篇揭露人鬼恋情丑恶的文章，强调对人鬼产生感情的批判，然后交给我。不符合提议者将被淘汰。这场考试没有监考者，希望你们自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规则。时间1个小时，现在计时开始。
随着命题的出现，整个龙国的直播间瞬间沸腾了起来。批判文嘛，这个规则听起来倒是蛮简单的啊。放屁！你没看出来这是在特意的针对曾爷？曾爷现在跟鬼校花谈的热火朝天，你让他批判爱情？要是想保命通关，曾15就只能写对人鬼恋情的批判。不行，如果这是一场考验呢？故意是曾爷的真心。完了，那到底该怎么办啊？曾爷他究竟写什么？这个出题的诡异到底是谁？竟然如此恶毒！看到龙国直播间的热议，其他国家的弹幕更是喜笑颜开。什么不公平？规则是诡异定的，又不是我们定的，让你们秀恩爱。现在连诡异都看不下去了，别以为有个 SSST 诡异小花帮你们就能稳赢。这个规则就连 SSS 诡异小花都帮不了忙，而且一旦曾15写了，我都不敢想诡异小花会怎么处置他。看到心爱的男人批判他们的感情，恐怕心都要碎了，好伤心啊！我还想看龙国选手一路靠女人躺赢呢。教室里众多的选手听到这个命题，所有人都是眼睛一亮，表情更是掩饰不住的激动。毕竟活生生的人鬼恋爱就在眼前。正当所有人都写得热火朝天时，我却没有任何动作。与此同时，隔壁教室内，梓潼静静地看着考场内发生的一切，看到我纠结的表情，得意一笑。曾15啊，曾15，你要是不写批判，你就因为违反规则而被我抹杀。但凡你要写了，我就保证会让洛瑶会对你死心。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很快一道诡异的声音传遍整个教室。距离结束时间还剩1分钟，请所有选手将自己的答案放在桌面上，然后离开考场。听到播报，我准备先写批判赌一手。就在此时，隐藏提示再次出现：交白卷。听到这个提示，我一愣，但最终还是相信隐藏提示，直接起身离开教室。看到我离开后，一旁的小韩国选手立马站了起来，拿出一张写满了文字的答卷放在了我刚刚坐的桌子上，甚至上面的标题都是用中文写的。看到这一切，龙国直播间所有的民众彻底炸了。狗日的，小韩的选手公然换答卷！卧槽了，这手法这么利落，曾爷根本就没看到。这小韩国的选手是找死是吧？大庭广众之下敢这么做？他不是直接换自己的试卷，而是多写了一份换了曾爷的，而且那份标题上写的好像是什么我爱你。完了，曾15还没发现，小韩的人太阴险了。诡异呢？难道监考的诡异没有看到吗？这分明就是陷害！看到了这一切，所有的龙国民众的心都瞬间被点燃起了仇恨。其他国家的弹幕们在此刻却突然开始一致的称赞。诡异规则没有说，那就是默许，要怪只能怪你们选手粗心大意，怪不得别人，还打算交白卷，人家都帮你写了，你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哈哈，就是允许你们龙国选手作弊，我们就不行。一时之间，龙国民众的怒火根本都无法遏制，要不是因为诡异世界的规则限制，现在他们都恨不得直接打到小韩的国土上。但他们都清楚，想要在诡异降临时主动挑起战争，就会被诡异视为违反规则，直接降临所在的国家。大家先理智一点，其实不论是什么答卷，曾爷都是在赌。理智？你让我怎么理智？竟然还有人做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要是这次曾爷真的能通关，小韩就等着我们的复仇吧。此时诡异世界中，所有出了教室的选手依旧排着各自的队形站在教室走廊上。一个戴着面具的女人扫视了众人一眼，忘了自我介绍，我叫梓潼，是惊悚大学的教导主任，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归我管，即便跟我一样的 SSS 级诡异也同样如此。今天让你们来参加这次考试，我是想明确的告诉你们，无论是诡异还是人类，任何人都不能谈恋爱。爱情是一个让人恶心甚至作呕的东西，任何人要是敢违反，那么下场就只有一个，死。现在我将按照顺序亲自审阅你们的答卷，只有过关的人才可以离开这栋楼。说着，梓潼拿起试卷挨个看了起来。当看到我答卷上的标题后，梓潼眼中爆发出了强烈的杀机。是想念，如你温柔过境。唯一考试我直接交了白卷，却没想到背地里小韩国选手竟然给我更换成了一封写满情话的试卷交了上去。此时梓潼看着我写满情话的试卷，眼神里爆发出强烈的杀意。这小子竟然真的不怕死，本来以为这个曾15会大概率选择批判爱情，避免被规则抹杀，可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演都不带演的，真是愚蠢，完全就不考虑自己的生死。果然恋爱脑都是神经病，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想的。哼！梓潼轻哼一声，看向后文，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尽管还没有见到你的样子，可你那绝美的身影却是令我如此的着迷。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什么才是爱情的真谛。哎，不对啊，怎么看起来不像是写给洛瑶的啊？抱着怀疑和好奇的心理，梓潼继续看了下去。尽管我还没有见到你真实的样子，但又好像一直储存在我的记忆里，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绚丽。是的，我完全可以批判爱情，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意思走下去，但我做不到，我无法背叛我的心，所以我爱你，即使是死，我也愿意。
此刻子彤终于明白过来，我文章中的那个你并不是洛瑶，而是他自己。曾15，这是在向自己表白。曾15，你好大的狗胆！自己不是交的白卷吗？看个白卷，至于发这么大火气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写的情书呢。其他人都给我滚！曾15，你给我进来，我有话问你。下一刻，我被一股能量包围，直接消失在原地。看到这一幕，整个龙国直播间民众一个个万念俱灰。完了，看样子我们这回彻底是没救了。尼玛的小韩人实在是太恶毒了，曾爷也是无辜，恐怕到死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还不想死啊！你们说这诡异会不会也跟红衣一样喜欢曾爷？不可能的，别人就是因为曾15谈恋爱，所以才针对曾15的。整个龙国几乎都丧失了生气，整个气氛都变得沉重了。其他国家的直播间的观众一个个都开始看得津津有味。小韩国的选手操作有点犀利啊，竟然这样让龙国淘汰了。虽然我们都很希望曾15被淘汰，可我们也要小心小韩的选手能够在人眼皮底子下偷换答卷，说不定也会害我们的选手。总之，龙国将要成为历史，而我们也刚好借这次机会得到教训，就是不知道这位曾15曾先生会是怎样个死法。曾15，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写这种东西？卧槽了，这尼玛根本就不是我写的啊！可关键是，刚才从梓潼走到自己座位上拿答卷的时候，自己全程都在看，对方并没有拿错。完了，这特么跟隐藏提示根本没有关系，绝对是有人故意陷害自己。而且刚刚跟这位 SSS 级诡异梓潼的接触，对方不仅反感爱情，甚至还想弄嘎自己，说不定这份答卷就是他安排的。看到我面如死灰的样子，梓潼开始打量起来。我要将这个男人的衣服扒光，然后用小刀把肉一片片割下来。不过这男人看起来长得挺不错的，细皮嫩肉，而身材也……哇哦，不错呀！刚想到这里，他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场景，又联想到刚才我答卷中的那些情话，梓潼的心里顿时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感觉，冰冷的脸上竟出现了些许的温热。不行，不能再想了，我是来弄死曾15的，怎么会出现那些个奇怪的想法？梓潼深呼出了一口气，瞬间将自己的思绪拉扯了回来，脸上也再次恢复了冰冷。这时梓潼发现我也在盯着他。再看，我先挖了你的眼睛。我一听到这话，瞬间低下了头。刚才梓潼竟然脸红了，尽管这个过程几乎只有一瞬间，可我确定自己绝对没有看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皱起了眉头，突然感觉自己脑子有些不够用了。这女人该不会喜欢自己吧？可是不应该啊！对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对爱情极其的厌恶，甚至在他进教室之前，那种宛如实质的杀意骗不了人。不对，在此之前我们甚至没有见过面。这一切都是对方的安排。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对方故意设计陷害自己的，答卷也是对方更换的。想到这个答案，我气不打一处来。去他妈的！反正横竖都是死，与其就这样窝囊的死，不如站着死。说不定激怒对方之后，直接就给他秒了，免得还给时间让对方思考怎么样去折磨自己。拼了！我冷笑一声，随后抬起头，将目光看向了梓潼。死到临头，你竟然还笑得出来？别装了，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你的计划，对吧？你在说什么？行。不承认是吧？我摊了摊手，仿佛已经看淡了生死，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就在下一瞬，我灵真起来。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当然知道。现在的我连死都不怕，你觉得我还会怕什么？你听到这话，梓潼瞬间联想起之前答卷上的标题。他竟真的不怕死？爱情的力量真的有这么强大吗？难道我从始至终都是错的吗？为了爱情，他不怕死。可是他不是喜欢的是洛瑶吗？怎么会第一次见到我？甚至都没有看到脸就喜欢自己，不行，洛瑶是我闺蜜的妹妹，基本上也算是我的妹妹，我这么做会不会有些过分了？可是爱情到底是什么感觉啊？还有接吻到底又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为什么洛瑶总是想让曾15亲她？梓潼内心既纠结又好奇，不知不觉脸颊再次染上了浅浅的粉红。看到此景，我顿时感觉整个气氛都有些不对劲了起来。这脸红频率比先前的洛瑶都要离谱，难道自己一开始的猜测竟然是真的？这女人当真是喜欢自己？想到这里，我顿时将先前所发生的一切都串联在了一起。我操！难道是因为这个女鬼喜欢自己，但身为 SSS 级的诡异，又是不允许谈恋爱规则的制定者，所以她才故意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自己主动告白吗？否则自己的答卷怎么可能会人轻易更换？要当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女人也太可怕了，完全就是一场阴谋算计。对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梓潼的声音逐渐充满着犹豫，脸再次不自觉地变红了几分。你说，那个，你真的要跟我在一起吗？我考试交白卷，却被小韩国选手陷害换成了情书。为了活命，我直接把监考老师按在墙上。此时看着被我按在墙上的梓潼，脸色通红，我逐渐开始大胆起来。宝贝，
我的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听着我的称呼，梓潼浑身一颤。他竟然喊我宝贝，这模样哪里还是恐怖的 SS 级诡异，简直就像是受了惊的小白兔。不，应该是大白兔。不行，你是人类，而且你都已经跟洛瑶在一起了。好一手欲擒故纵，这是在考验自己的态度呢。你当我是傻子不成？看着我的眼睛，我觉得我无法背叛自己的内心。你要知道，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能够控制住的。当然，如果你还在担心别人怎么看，那你不如直接打死我算了。梓潼攥紧拳头，不断跟内心做斗争。不用纠结了，我知道你舍不得。面对我接连的攻势，梓潼心里的最后一丝丝理智也被彻底击碎。眼前的这个男人死都不怕，都要向自己告白，自己又有什么好怕的？我知道了。梓潼说到这里，怯生生地看着我的嘴。不知过了多久，梓潼终究还是止不住内心的好奇。对了，你能不能吻我一下？只要一次就好。我操！此话一出，不只是我自己，直播间还在看直播的龙国民众们也都瞬间失去了思考。等等，一会儿没看，我怎么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了起来？我有点没看懂，这诡异不是要杀曾爷吗？怎么又手吻了？疯了！这个世界一定是疯了！怎么这些诡异都要曾爷亲？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诡异怎么也突然脸红了啊？不行了，这种直播看的我心脏真受不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们是不是好像有机会活下去了？如果是真的，我们龙国好像又有机会了。曾15，快亲他啊！这真的是一次活命的机会啊！看到这里，原本都在期待着曾15被淘汰的其他国家民众再次做回。不对，一定是哪里搞错了。现在我觉得，就算龙国选手被淘汰了，好像也完全不亏，毕竟这两个女贵可都是极品啊，太让人羡慕了。可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了？难道是因为小韩选手偷换的那篇文章？此时，所有观看直播的观众都一个个开始头脑风暴，他们实在是搞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好家伙，对方不惜花费那么大功夫，又是布置考试规则，又是偷换答卷，又是欲擒故纵的，就是为了向自己索吻。或许自己只要满足了对方这奇怪的情绪，就有了活下去的机会。尽管这样做了，那就是脚踏两条船，但自己已经没得选。要是一直没有机会，也就罢了，大不了就是一死。至于洛瑶那边，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来吧！我不假思索，直接上前一步。梓潼也慌张地闭起了眼睛，整个身子都紧绷了起来。紧接着，两人毫不顾忌地吃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属于我的直播间画面再次变得漆黑。看到这一切的龙国民众彻底疯狂。什么意思？怎么又他妈的不给看了？上次也是关键时刻，还能不能好好直播了？没办法，上次官方就说了，我们人类无法控制直播间。不管怎么样，至少曾15没有被淘汰。就算小韩选手换答卷，那又如何？正义是无法被战胜的。原来是这样的感觉，难怪洛瑶他上瘾。想到这里，梓潼脸色突然一变，退后一步，直勾勾地看着我。你最好是忘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这踏马又是整哪一出啊？合着是爽完就想跑路，穿上裤子就不认人了呗？你千万要记住，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洛瑶，不是不能告诉任何人。行了，今天的事情你就当做没发生，以后我也不会再找你。你好自为之吧。梓潼说完这些，慌慌张张的就离开了教室，只剩下我独自站在办公室里。莫名其妙，该说不说，比洛瑶的嘴巴甜。我啧了啧嘴，转身离开了教室。这时龙国直播间的画面也再次恢复了正常，看到我相安无事，整个龙国的弹幕瞬间沸腾。活了，曾爷他又活下来了，我就知道曾爷不可能就这样没了。对了，那诡异呢？怎么不见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想知道啊，但现在只要曾爷相安无事，什么都不重要了。现在我想知道，狗日的小韩选手看到曾爷出来会是个什么表情？哼，说到这个我就来气，希望小韩的选手早点被淘汰。整个龙国的直播间都沉寂。那么其他国家的直播间此刻却纷纷破口。他还不死，都这样了，他竟然还不死，简直太离谱了！你们别说这个 SSSD 诡异又喜欢上曾15了。可是看起来好像真是这样，不然他怎么可能不死？这个诡异先前不是说了禁止恋爱吗？怎么他自己都不遵守规则？其他国家的民众一个又一个的被聚集。此时另一边梓潼呆呆地站在走廊里。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本来我不是应该去杀他的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梓潼的脑海中又想起了刚才的那个吻，脸再次变得红润了起来。可是这个男人好像真的跟其他人不一样啊，但偏偏他又是洛瑶喜欢的对象，我怎么能？梓潼微微抬头，再次看了眼紧闭的办公室大门，他实在是无法想象面对洛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自己不仅算是洛瑶的半个姐姐，而且还是老师身份。要是这件事被暴露，先不说洛瑶了，其他的诡异又会怎么看自己？而且最恐怖的是，还是剩下的这43天该怎么过？哎，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梓潼满脸的忧虑，他还是头一次这么的惆怅。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情这种奇怪的东西。突然，办公室的大门被敲响。
洛瑶的声音从办公室里传来。梓潼姐，我知道你回来了。听到办公室里的声音，梓潼如同像是做了错事的孩子，迟迟不敢回应。我知道你没有伤害曾15，谢谢你。哼，不要以为我会就这样轻易的放过他。洛瑶主动的拉着梓潼的手。好姐姐，我知道你嘴是硬的，心是软的，怎么会伤害妹妹喜欢的人呢？听到洛瑶说到嘴，梓潼不由得再次想到了先前的感觉，顿时一股不妙的感觉再次从内心燃起。哼，你以为说些好话我就能放过你们？你继续待在这里，等禁闭时间过了才能离开。好好好，只要姐姐不伤害曾15，我可以一直在这里关禁闭。当真？洛瑶看着梓潼，露出了奇怪的眼神。梓潼瞬间就意识到了自己说错了话，连忙找。当真是愚蠢，为了一个男人限制自己的自由。哎，你不懂那种感觉，他的吻真的很温暖。谁说我不懂了？我可太懂了。但姑奶奶，求求你别说了。你真别逼我跟你明抢了啊！梓潼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好不容易才压制住内心的欲望，结果却被洛瑶的话再次勾起。哼，我看你继续在这里反省吧。梓潼落荒而逃，看着梓潼奇怪的表现，洛瑶一脸的茫然和不解。他这是怎么了？此时我这边也回到了宿舍内，也不知道梓潼到底对洛瑶做了什么。不过同样是 SSS 级诡异，梓潼应该也伤害不到洛瑶吧。关键是现在该如何处理跟梓潼和洛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这件事暴露的时候，那场面光是想想就觉得可怕。哎，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毕竟后面还有43天呢。此时梓潼来到图书馆，想要寻找一些和人类相处的书籍。梓潼大人，您怎么来了？没事，只是随便逛逛，想找点书看。听到这话，图书馆管理员紧张无比。您要找什么书？就是那种书，就是那种关于人类的。您说的是如何制作人类美食的，还是说？不是，就是那种你应该知道的。梓潼大人，原来您都知道了。只见那管理员扑通一下意识，将身后的书双手递到了面前。梓潼看到这本书的标题，不禁亮了。梓潼大人，眼前的管理员害怕的不行。这种书籍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但就是不能出现在金属大学，因为在这里就要遵守梓潼的规则。他很清楚，梓潼是坚决不允许校园里有诡异和人类谈感情的。梓潼大人，我错了，这书是我不小心带进来的，真不是我故意的，我马上就把它销毁。说着，诡异管理员的手指立即冒出了一束火花，想要当场把书销毁。行了，书我就没收了，你以后就小心点，万一要被其他诡异学生看了学习了去，那整个学校岂不是乱了套？真是太好了！梓潼回到自己的房间，直接躺在了床上，翻开了这本爱情故事合集。刚看到目录的瞬间，梓潼就惊呆了。光是合集就100多个故事，这后面还有多少啊？如果把这些都学会，洛瑶还拿什么跟我比？很快，他抱着学习的心跳，全身心的沉浸到了其中，瞳孔闪烁着各色的光芒，嘴角不禁一次又一次的翘起，脸也越看越红。此时，联合国直播间也在放着我在副本中的精彩镜头，无数的专家更是开始逐帧研究和分析我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动机。经过这第一天的分析，此次副本很明显跟往日的副本不同，还用说吗？1天之内出现了3名 SSS 级诡异，关键是这3名 SSS 级诡异有2个都跟龙国的选手搞上了，放在以前就是看一眼 SSS 级诡异都可能会被杀，更别说是吃嘴子了。分析不了，根本就分析不了，他绝对是作弊。龙国的代表人和专家，你们不打算解释一下吗？所有其他国家代表和专家都看向了龙国这边的代表。此时，龙国的代表和专家们一个个面露轻松。某偷国选手偷换试卷陷害曾15，全世界都有目共睹，明目张胆的偷不是作弊，我们曾15选手一路攻略就叫作弊。如果我记得没错，当时还有很多人支持偷国选手吧？说人作弊，先拿出证据，亏你们还都是专家，要不是诡异规则的限制，你们小韩已经没了。龙国的反击干脆利落，并且说的还都是事实，其他国家的专家们根本都无法理智的反驳，特别是小韩的专家和代表更是直接退出了直播间。证据，诡异世界的诡异是人类无法操纵的存在，怎么找得到证据？所以他们也只能继续做。哼，龙国人先别高兴的太早，玩火必自焚。没错，更别说是 SSS 级诡异，稍有不慎就会被淘汰。这么多强国，唯有你们龙国连败，你们已经没有了容错率，并且这只是第一天，后面可就没有那么好过了。由于找不到证据，原本的分析会议立即就变成了嘴炮大会。要是放在以前，只怕立即就要开展军事行动。可现在谁都无法动手，也只能暂时将战场转移到了互联网上。此时诡异副本内，等我睁开眼已经是次日8点。我看着空落落的大床，有些不太习惯。洛瑶不在，今天的死亡运动也不知道是什么项目。要是依旧需要人配合的话，那该如何是好？我挠了挠头，心里也有些紧张，毕竟其他的诡异可不像洛瑶那么好沟通。看来今天只能自己上了。我叹了口气，朝着楼下走去。嘿，小伙子！刚来到了楼下，诡异宿管憨笑的跑了过来。有什么事吗？没什么，只是听说你昨天吃了一颗恶魔之卵，这是真的吗？你小子也太勇了吧！对了，听说昨天你被梓潼大人单独喊进了教室，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什么，就是被骂了一顿。只是被骂了一顿。不然呢？说到这里，校园里再次响起了通知：距离8点30分，只剩下10分钟。
请所有学生前往操场集合，参与死亡运动。此时我来到操场上，脑海中不断思考接下来要如何面对自己与梓潼、洛瑶三人之间的关系。可我却不知道，一条有关于自己被梓潼强吻并潜规则的传闻已经传遍了整个诡异副本。看到我平安无事，选手们议论纷纷。我想了一个晚上，也想不明白他怎么活下来的。哎，谁不是呢？那个叫梓潼的诡异，明明都要动手了，你们说曾15会不会也被那个 SSS 级诡异看上了？不可能吧？他不是已经有一个 SSS 级诡异对象吗？唯一的可能就是看在洛瑶的面子上，毕竟他们都是 SSS 级诡异，不然根本无法解释。但这群选手中最为疑惑的依旧是小韩的选手。毕竟东西都是他亲手写的，他想了一个晚上都没能想明白我是怎么化解的。所有人跟昨天一样，找到你们各自的搭档。但由于昨天有人类被淘汰，所以空余了几个诡异学生。但由于洛瑶没有出现，我同样也是独自一人。只不过这些诡异压根就不敢靠近。教官看到此景，连忙说道：“没有搭档的学生都在旁边休息，负责监督。曾15，你也休息吧。”我点了点头，退到一旁，坐在了草地上。看到此景，所有的人类选手都有些绷不住，他们还要面临死亡的威胁。可我却直接不用训练，哪有半点求生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旅游呢。但他们再怎么羡慕和嫉妒也没用，毕竟他们可没有 SSS 级诡异撑腰。死亡训练第2天正式开始，今天的科目是死亡支撑，所有的诡异搭档压在人类选手的身上，规则依旧不变。第一个人类被淘汰后，其他选手通关，诡异学生只能利用自身原本的重量。都准备好了吗？死亡支撑现在。诡异教官话还没说完，便被一声冷哼打断。所有人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梓潼从不远处走了过来。此时梓潼并没有穿之前的打扮，而是换了身更加飒爽的打扮，更加展示了身前的那对强大实力。就连我也忍不住多看几眼。其他的诡异和人类选手则是一个个的低着头，不敢迎怒。诡异教官脸色一变，先看了一眼我，随后立即迎了上去。梓潼大人，您怎么突然来了？我身为教导主任，难道就不能过来监督一下你的教育工作吗？应该。教官低着头，陪着笑脸。梓潼目光直接落在了我身上。这不是曾15吗？他怎么在休息？梓潼看到教官半天没说话，开口训斥：“身为教官，所有学生都应该一视同仁。曾15他必须要参加死亡训练。”这婆娘果然是个定时炸弹。那就按梓潼大人说的做。教官说到这里，连忙看向了那几名诡异学生：“你们谁要做曾15的搭档？”慢着，既然今天恰巧碰到了，那就由我亲自来监督他。梓潼再次叫停了教官，随后直接就朝着我所在走去。诡异教官看到梓潼的背影，表情极为痛苦。好一个恰巧碰到，搞半天这才是对方的目的。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也是他们 play 的一环。看到我和梓潼准备好后，所有人各就各位，做好死亡支撑的准备。诡异教官话音刚落，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类选手的手臂都撑在了地上。这种训练完全跟鬼压床没有任何的区别，但被好看的鬼压着，总比被那些奇形怪状的诡异压着要好。想到这里，不少的人类选手都不由得看向了不远处的我，眼神充满着的羡慕嫉妒恨。等等！突然，梓潼喊停了众人，所有人的目光也都随之看向了这边。梓潼望着我，嘴角微微上扬。既然我来了，那么曾15你就必须要增加一些难度。你想怎么增加？很简单，他们做死亡支撑，而我要你做死亡俯卧撑。其他选手听到这话，一个个心里都欣喜若狂。如果只是负重支撑，以我的体格，绝对不可能会被第一个淘汰。但俯卧撑会需要耗费更大的力气，我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不公平，要做大家就一起做。然而话音刚落，立即就迎来了其他选手们的反馈。我觉得梓潼大人说的没错，他都亲自来当你的搭档了，你难道就不会感恩？说的没错，曾15，你不要不识好歹，能被梓潼大人看中是你的福分，别人想跟梓潼大人配合都没机会。曾15，你还不好好把握？身为人类，身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争口气？众多选手陆续开口，生怕梓潼真的同意我的意见。哼，昨天让你活了下来，今天不管说什么，我都不可能放过你。而观看直播的龙国民众也被梓潼的这一出给弄得人心惶惶。霸凌，这简直就是校园霸凌。如果是俯卧撑的话，这个难度提升了好几倍。可是不应该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曾15？果然不是所有的 SSS 级诡异都像洛瑶那样好说话。所以说，这个叫做梓潼的诡异，现在又想弄死曾爷了。要真是这样，那这个诡异也太不是人了。所有人都准备好，第2天的死亡运动现在开始。话音落下，所有人都趴在地上，撑起了双臂，俯卧撑准备。我没办法，只好双手撑地。但就在下一刻，梓潼邪魅一笑，继而化作了一道鬼影，直接平躺在我身下。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整个人都心头一紧。曾15，你可千万别碰到我，否则的话你就完蛋了。梓潼的眸子里闪烁着诡异的紫光，我看着身下的梓潼，忍不住苦笑。姐姐，你这又是在哪儿学的这招？当然是。哼，你管我哪里学的？少看点不健康的东西，你这样很危险的。怎么？你想对我做什么？梓潼话语充满着威胁，但心里却是无比期待。只因他昨天看的第一个爱情故事就是校园恋爱故事，男女主因为跟同学们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所以被起哄惩罚做这种俯卧撑。也就因为这一次，男主与女主接吻并主动表白而相爱。尽管这种剧情非常土而且狗血，可对于一个从来都没有品味过爱情滋味的老单身鬼来说，却是极其的新鲜和刺激。别废话，快坐！梓潼闭着双眼，内心已然开始幻想我体力不支，最后亲上来的画面。但就在下一秒，一道惨叫声却是响彻了整个操场。梓潼也猛然睁开了双眼，脸上有着止不住的怒意。
此时梓潼躺在地上，听到惨叫声后直接睁开双眼，只见一名女选手被一只长着牛角的鬼医压在地上。那名鬼医的体格虽然算不上离谱，可对于一个女生来说，依旧是难以承受的沉重。不公平，这不公平！我们女生凭什么得跟他们一样？女人趴在地上露出绝望的表情。其他的选手们听到这些话，既开心又觉得有些可惜。鬼医教官迈着步子走到了这名选手的跟前。我们鬼医世界可不管你是男是女，一切都公平对待。说着，教官摆了摆手，那只牛角鬼医两眼放光，立即就朝着那名女选手扑杀了过去。惨叫声、咀嚼声不断的响起，所有人都闭着双眼，根本不敢看过去。有人被淘汰，其余选手自由活动。众人听到这话，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曾15，我让你休息了吗？闻言，众人心中一喜，立即将目光看向了我这边。尼玛，别人都是鬼压着人负重运动，怎么到曾15这里就变成了人压鬼？这到底是对曾15的惩罚还是奖励啊？第一天，我们疯狂的仰卧起坐，曾15则是疯狂的吃着嘴子。第二天，我们苦苦支撑，被鬼一压得喘不过气，可曾15这掉毛却将女鬼压在身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我现在都在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杀曾15。我觉得应该还是想杀，因为你看曾15好像在尽力不碰他。有道理，如果真不想杀，曾15恐怕早就亲下去了吧？有道理，有道理。别看诱惑这么大，却很有可能死亡。不只是选手们，诡异教官此刻也被这姿势给吓了一跳。我操！梓潼看着我如此卖力也不亲他，梓潼开始怀疑起了自己。不对啊，他为什么不亲下来？难道书上写的都是错的？终于，梓潼忍不住了。你就这么不愿意主动亲我吗？废话，你昨天不是说了不能暴露吗？那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哼，我看你跟洛瑶亲嘴的时候，怎么就没有那么多顾虑？这能一样吗？当时可是隐藏提示让自己亲的洛瑶，现在隐藏提示没有出现，我也不敢贸然下载。看到我没有说话，梓潼也是越想越气。你昨天还说什么死都不怕也要爱我，今天就变了，渣男。你说我是渣男？你别太过分，要不是这里有这么多人，我都恨不得打你一顿。真的？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说话不算话。什么意思？自己难道又着了这女人的道？还是不小心触碰到了什么开关？这女鬼满脑子都在想什么呢？反差、病娇，甚至还带着些特殊属性。然而，可不待我多想，梓潼拉住了我的衣领，直接化作了一道鬼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看到此景，所有的选手们一个个都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然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这是哪里？这里是我的家，你放心，这里绝对不会有任何人进来。就算是洛瑶，没有我的允许，她都进不来。你真想要我打你？是你自己说的，可不是我逼你的。打他，这将是你唯一活命的机会。真打啊！听到隐藏提示，即便是我也不得不感叹，碰到这种奇怪性格的诡异就是难缠。打不打得过再说，至少现在自己毫无退路可言。于是我卯足了气力，抓着梓潼毫不犹豫的就一巴掌抽了过去。然而，就是这一巴掌，让现实世界的诡异直播间瞬间黑屏。看到这一幕，龙国直播间彻底炸裂开来。尼玛，曾也敢打 CSS 级诡异，疯了，一定是疯了！从未有人敢对诡异动手啊！刚才你没听到吗？这女鬼多少是带点特殊属性的，表面看起来那么正经和恐怖，却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诡异。什么 SSS 级诡异，分明就是 MMM 级诡异吧？好了，这么精彩的地方竟然又黑了，根本看不到战况。且不说是龙国的观众，即便是其他国家的观众，此刻也并没有奚落嘲讽，而是一样的震惊。不可思议，这个龙国选手总是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抛开立场，我愿称曾15为英雄，起码没有人类敢这么做。是的，但结果还不知道如何，说不定还是会死。越是这种怪异的诡异，越是难猜测其性格。现在，即便是龙国直播间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但全世界的观众们依旧都将目光聚集在了龙国直播间。整个过程几乎持续了1个多小时。终于，时间已然来到11点30分，龙国直播间的画面再次出现。只见画面中坐在床上，梓潼则是如同一只乖巧的兔子，依偎在了我身旁。此时，我手里正端着一本书籍在观看着，那本书正是昨天梓潼从图书馆没收的那本恋爱故事合集。这些故事的剧情也太土了，现在谁还吃这一套啊？这也不能怪我啊，毕竟这又不是人类写的。梓潼红着脸，面露委屈，可眼神中却是有着隐藏不住的兴奋，跟昨天的强势的样子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完全不像是一个诡异。看到这一幕，全世界的诡异直播间所有的观众都彻底炸裂开来。牛逼！我愿称曾爷为驯鬼大师。你看这样子，这女鬼还有什么威胁吗？2个 SSS 级诡异啊，全都被曾爷给拿下了。不是，这真的是 SSS 级诡异规则副本吗？好像没什么难度啊。刚才那些人说这是我们龙国的报应，拜托这种报应多来点。你们说这一切会不会
就因为小韩选手偷换答卷造成的。要是真的，那就有意思了。小韩人要是知道，不得气出血。想多了，换小韩选手上，估计早就被撕碎了吧。面对龙国民众的言论，其他国家的弹幕瞬间消失了不少。虽然是龙国选手，但作为第一个对 SSS 诡异动手的人类，我认可了。不是，我实在是想不通，龙国选手有那么吸引女鬼吗？一个纯爱，一个病娇，还全都是 SSS 级诡异，都被他收了。那个洛瑶或许是因为曾15运气好，但这个梓潼就只能怪小韩选手。要不是小韩选手故意换答卷，曾15早就死了。西吧，当时你们可都是支持我们选手，现在就忘了。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什么，我都会回答你的。你先前既然想让我亲你，那为什么你不像洛瑶一样直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一个 SSS 级诡异，你让我主动，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那为什么你今天又主动来找我？那我这不是忍不住吗？你不知道，昨天我可是忍了一个晚上。死要面子，活受罪。对方的确是喜欢自己，但由于死要面子，所以才会做出这些奇奇怪怪的举动。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处理梓潼和洛瑶之间的关系。两个 SSS 级诡异要是真的打了起来，恐怕是毁天灭地的。一个人类很难说会在这场地狱级别的大战中存活下来。诡异世界果然可怕。我叹了口气，看向了身边的梓潼。对了，洛瑶她到底去了哪儿？提到洛瑶，梓潼的脸色瞬间就变了。怎么，你想她了？没有，就是想知道而已。放心，她是我好闺蜜的妹妹，我是不会伤害她的。过2天你就能看到她了。梓潼说到这里，眼神明显的有些失落。唉，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我也不好明着跟她抢一个男人。不好明抢，我看你啊，就是喜欢偷。你瞎说什么呢？但我觉得你得做好随时会暴露的准备。只要你不主动说，没有人会知道。其他的诡异，我也保证他们绝对不敢说话。我无奈地点了点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自己身为人类是最弱的那一方，除了听话，也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对了，还有一个问题，那份答卷距离诡异食堂开饭时间还剩10分钟，请所有的学生立即前往诡异食堂集合。听到这话，我立即从床上坐了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梓潼却是拉住了我。其实我很不想让你走，但这是学校的规定。我点了点头。每天定时的打卡就是惊悚大学副本的规定，任何诡异不能违反。只能说在这个规定下 ，SSS 诡异能够拥有极大的操作空间。我还要告诉你，每次打卡的淘汰率其实并不高。我之前心中已经有了猜测，此刻听到梓潼的话彻底被证实。当然，有一点洛瑶比不上我。哪一点？要是你在诡异食堂违反了规定，我可以帮你解决，且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说完，我就主动亲了上去。2.5秒后，我转身离开别墅，看着我的背影，梓潼满脸的不舍。但就在我离开后，梓潼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了起来。既然来都来了，就出来吧。梓潼大人，误会啊，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哼，感受到梓潼的眼神，图书管理员从头到脚都感觉到了一阵寒意。看到了就看到了，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出个主意。听到这话，图书管理员松了口气。只要大人您问，我一定知无不言。想必事情的经过你也都知道了。大概猜到了。那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才能让曾15主动痴迷于我？这，大人的意思是怎么偷偷的把曾15的心从洛瑶身上抢过来？梓潼眉头一皱，但很快就舒缓了下来。你这么说倒也没错。大人，那你可算是找对人了，那我可太有经验了。哎，什么意思？难道你也跟人类谈过恋爱？这倒没有，不过我自小熟读人类爱情故事，对于这点东西我还是非常在行的。哼，你说的就是这种东西。曾15说了，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土了，根本没用。那是大人，你还没看过合集2。哦，难道合集2有什么不同？那是自然，这合集1不过是恋爱初学者看的东西，当然老套。合集2则是进阶版，里面有详细描写真正的人类恋爱约会小妙招，甚至还有第三者如何上位的爱情故事。只要大人您看了合集2，我保证你能够毫无痕迹地把心上人给抢回来，让曾15对您痴迷。梓潼听到这话，顿时来了兴趣。哇哦，不错呀，那你赶快拿来。唉，可惜那本合集只有鬼市能买，要价2万鬼币，我也只是看过部分而已。拿去，今天下午之前我要看到书。大人您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说完，女鬼就离开别墅，同时梓潼也充满了期待，脑海中更是开始幻想着我当着洛瑶的面，坚定的亲吻她的场景。想到这里，梓潼的脚趾头都拧紧了。呜呜呜，真是那样的话，未免也太甜了。
与此同时，我也终于在最后1分钟的时间来到了诡异食堂。我的再次出现，让所有的选手和诡异们都不禁心头一紧。不是，他怎么还活着？你们说那个梓潼该不会真的看上他了吧？你才知道吗？那女鬼屡次放过曾15，就是最好的证明。不是，这对吗？凭什么他曾15能这样啊？我心太炸了啊！这还怎么玩？我不想活了。兄弟冷静，只要能通关，钞票女人什么没有。说的也是，但这副本未免也太难熬了。曾雾屠夫看到我出现，同样有些惊讶，毕竟同为 SSS 级诡异，曾雾屠夫自然是相当了解梓潼的性格。他这是鬼卡，可用于在诡异世界任何地方进行消费。曾雾屠夫说到这里，随即将目光看向了众人。既然都到齐了，我再重新讲述一下今天的规则。今天我将带你们离开学校，去一趟鬼市。我会给你们每个人都提供一种不限量菜品，让你们去鬼市进行贩卖。无论赚取多少鬼币，都归你们自己所有。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机会只有这一次，往后你们每次进餐都需要消耗鬼币。没有鬼币，那么你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都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众人齐声答应。对于鬼市这个东西，其实他们并不陌生，在以前的副本里就出现过鬼市。在鬼市里面可以买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所有人列好队形，跟我走。曾雾屠夫话音落下，带着选手们朝着学校大门口走去。此时，所有人跟随曾雾屠夫来到鬼市内的一家酒店内。只见酒店大堂内桌子上摆放着一个个菜品，你们按照顺序找到属于自己的菜品，等到客人进门后，你们自行定价开始售卖。一经定价将无法修改，能卖多少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时间为1个半小时，现在计时开始。当然，卖出总价最少的人死。众人纷纷按照顺序来到了各自的餐桌前，看到东西后，所有人的目光全部看向我，只因他们要售卖的菜品正是他们昨天中午选择的食物，而只有我昨天选择了2样食物，并且其中还有着最为顶级的百变鬼手。当看到我面前菜品名的时候，他们瞬间就松了口气，因为摆放在我面前的并不是百变鬼手。哦，好，曾15完了，这东西绝对不可能卖得出去。而且现在曾15不在学校，总不会有人帮他了吧？只要没有诡异买单，那么他必死无疑。我看着自己面前的恶魔之卵，再次变得紧张了起来。本次规则很简单，就是一个给选手赚取生活费的机会。别人的菜品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自己这恶魔之卵是压根就没诡异会买啊。毕竟就连洛瑶都畏惧3分，其他诡异更是无法接受。而在这时，已经有诡异陆陆续续的走进了酒店。看到这些诡异过来，其他的选手一个个满脸的笑意，纷纷将自己的定价摆在了餐桌上。放眼望去，这些定价都非常便宜，最贵的也不超过20。才10块的血腥蛆虫，给我来5份，还有这个也给我打包2份，这个也来点。由于其他选手们的定价非常保守，一时间整个酒店都开始变得极其火爆。转眼1个小时的时间过去，收入多的选手已经来到了接近1000的诡异，少一些的也突破了3位数。但此刻他们并不担心自己赚的少被淘汰，因为现在还有一个人连一个都没卖出去。时间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定价1万，我操！听到隐藏提示的声音，我一个激灵。可既然隐藏提示出现，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于是我立即拿起餐桌上的画板，写上了自己的定价。看到我的定价，不只是选手，即便是那些在一旁用餐的路人，诡异看到之后都忍不住开始咆哮。这个人类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恶魔之卵虽然是稀罕我，但也不至于这样定价吧？真是有趣，这种人类的脑子恐怕吃不得。我看他是觉得没鬼买单，所以胡乱写的吧。要是有，也是指脑子有问题的诡异才会买。哈哈。看到如此情形，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们也都一个个愁眉苦脸了起来。完了，本来是福利局，现在成了送命局了。而且这皮蛋这么好吃，为什么这些诡异这么怕？它是另一回事，主要是曾爷定价也太贵了吧？相信曾爷吧，毕竟曾爷一次次带领我们活下去。洛瑶呢？梓潼呢？谁快来救一下！只要龙国稍显颓势，其他国家的弹幕就开始添油加醋。鬼都不吃的东西，龙国人居然还说是美味。我话放在这里，曾15这样玩，运气再好也迟早完蛋。在学校他能靠女鬼，在鬼市他还能靠谁？本来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而已，出了大学就是个废物。曾雾屠夫看到了我的定价之后，同样是满脸的惋惜。本身你能够轻松吃掉一颗恶魔之卵，我是很欣赏你的。可你的定价未免也太离谱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修改定价。听到这话，其他的选手们顿时心里一惊。这曾15上辈子难道真是诡异？怎么只要是一个 SSS 级诡异，都他妈对曾15特殊对待？然而，即便他们心里再不服，那也只能憋着。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就卖这个价。曾雾屠夫听到这话，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金发女鬼突然冲进了酒店，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但金发女鬼此刻却没有管那么多，直勾勾地走到了其中的一名诡异食客面前。我找了半天，你还在这吃东西？这里是2万鬼币，赶紧把东西给我。那名诡异食客尴尬地笑了笑，随后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籍交给金发诡异。随着交易完毕，金发诡异也终于将目光看了。当他发现我正在注意这边的时候，顿时心头猛然一惊，立即将书藏了起来。你怎么也来了？我是来买书的，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碰到曾雾大人。对了，这难道就是今天的规则游戏吗？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卖出菜品的人类将被抹杀。曾雾屠夫说到这，看向了我。金发诡异感受到这股可怕眼神，可谓是吓了一跳，瞬间就看出了我的情况不容乐观。于是，金发诡异故作随意地走到了我的附近。当看到我面前那报价1万的恶魔之卵后，心里也是着实一惊。但下一瞬，他的脸上却是表现得异常兴奋。恶魔之卵，我好久都没吃过了，1万块的恶魔之卵，想必味道好极了。此话一出，那些人类选手一个个都面露震惊之色。
即便是周围的那些诡异食客也投来了奇怪的目光。金发诡异此刻哪里还会在乎他人的目光，直接掏出了紫瞳给他的鬼卡。来10个恶魔之卵，我带走，刷卡。听到这话，即便是我也不由得意外。此刻观看直播的龙国民众们更是一片哗然。我操了，1万块的皮蛋，真他妈有鬼买！正爷魅力已经大到这种地步了吗？是个女鬼就能看上？听曾武屠夫所说的话，他好像也是惊悚大学了。先前我们没有见过，可能也是学校某个老师。这个女鬼长得不如前面2位，但我现在觉得她美极了，太感动了，我们龙国又有救了。然而，正当所有龙国民众都在为此而高兴之时，曾武屠夫却是直接挡在了那名金色诡异的面前。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你好像从来就没有吃过这种东西。曾武屠夫的阻拦让所有人都愣住了，金发诡异更是慌乱不已。我以前是不吃，但现在还挺喜欢的。真的吗？曾武屠夫双眼微眯，独属于那股SS 级的诡异气势瞬间散开，周围所有的诡异此刻都瑟瑟发抖，即便是身为 SS 级诡异的金发女鬼，也一样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感。既然你说你喜欢吃，那你现场吃掉一个我看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要是不吃，就不允许你买。曾武屠夫目光闪烁，露出了邪恶的笑容。此话一出，金发女鬼内心无比的纠结，自己要是不吃，时间一到增15可就完了。到时候要是被紫瞳大人知晓，自己一样是必死无疑。我吃。金发女鬼伸出颤抖的手，在即将触碰到恶魔之卵时，却再次犹豫了起来。看到这一幕，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也都感受到了危机。完了完了，已经被看出来了。我说要吃皮蛋，这女鬼脸都变了。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是没人买单的话，曾爷岂不是完了？关键现在曾爷现在还不在学校，谁来救救曾爷啊？怎么办？我感觉他真吃不下吧，那岂不是真没了？此时，其他国家的弹幕也再一次的开始添油加醋。他想作弊，人家曾武屠夫也看不下去了。我敢打赌，这女鬼绝对不敢吃恶魔之卵，这种恶心东西除了龙国人谁吃得下去？跟吃不吃没关系，主要是曾15自信的定价。如果定价低一点，还说不定不会被怀疑。笑死我了！你没看到那定价1万的样子，搞得好像真有人买。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看你们龙国现在怎么办？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向我和金发女鬼这边。最后2分钟。听到这话，所有人立刻紧张起来，选手们更是满怀期待。就在金发诡异即将拿到恶魔之卵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堂。怎么回事？怎么让你买点恶魔之卵都搞那么久？听到这声音，所有人瞬间就把目光看向了大堂门口。只见紫瞳披着长发，穿着紫黑色的吊带裙，缓慢走进酒店大厅。金发女鬼如同看到了救星一般，连忙准备开口解释。紫瞳大人，我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东西是我让他买的，你为什么不让卖？我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你更加不可能吃得下恶魔之卵。你别忘了，在酒店是我的地盘，既然我的规则已经定下，就必须要遵守。如果你吃不下，一样不能买单。曾武屠夫此话一出，我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同为 SSS 级别诡异，可因为离开了学校，紫瞳也无法直接压制对方。谁说我不吃的？说完，紫瞳直接朝我走了过来，看了我一眼后，拿起恶魔之卵直接吃了下去。味道好极了。我眉头紧皱，尽管从紫瞳的脸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破绽，但直觉告诉我，事实绝对不可能是如此。紫瞳大人，金发女鬼一样是面露惊恐，因为紫瞳第一次看到恶魔之卵的时候，表现的比任何诡异都要厌恶。可现在，紫瞳这会儿竟然吃得津津有味。难道这就是爱的力量？金发女鬼突然感觉那些书里的爱情故事，竟真的出现在了眼前。不可能！你第一次看到恶魔之卵的时候，就说过永远都不会碰这种食物。看到这一幕，曾武屠夫瞬间眉头紧皱，满脸的难以置信。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刷卡吧，10万。曾武屠夫看了一眼紫瞳，最终没有继续说话。与此同时，大堂内一道钟声响起。时间到，今天的规则游戏结束，卖出总价最少的选手将被淘汰。说完，径直走到被诡异压着的那名选手面前，把他带走。不要啊！白象选手拼命挣扎，可身旁的小鬼就如同是铁钳一般，根本没有任何松手的迹象。白象选手被淘汰。伴随着通报声的响起，我松了口气，同时看向了紫瞳，正准备感谢，面前的紫瞳却是眼神昏沉，直接的说：“这东西是真的不好吃。”此时，即便是傻子也都明白了一切，紫瞳就是为了我不被淘汰才吃下的恶魔之卵。以后不吃了。我将紫瞳抱得更紧了，同时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诡异如此害怕皮蛋。SSS 级诡异吃一枚皮蛋都成这样了，要是其他诡异吃下去，那不得要了老命。乖，闭上眼。紫瞳听到这话，心里一颤，随后他面带着微笑，缓缓地闭上了双眼，内心无比的雀跃。恶魔之卵给他带来的不适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我低头直接吻了下去，紫瞳只觉得熟悉的温热感从嘴间传来，那正是他无比期待的吻。看到这一吻，原本在酒店进餐的诡异食客们，一个个都像是被定在了原地。这些诡异们大多数都是 A 级诡异，即便是 S 级诡异也都寥寥无几，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这一幕究竟有多么的炸裂。卧槽，不对不对，我一定是在做噩梦。一个 SSS 级大佬为了一个人类，竟然吃下了一枚恶魔之卵，我一定是喝多了，所以
以才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幻想过无数的人类爱情故事，却没想到更感人的爱情就在眼前。同样的，整个龙国的直播间也彻底被这一幕所感。伟大，无需多言，太感人了。为了曾爷，他什么都肯做，我都要看哭了。这简直比现代的爱情片都好看。别忘了，这不是电影，这是他对于曾爷的真实情感，也只有曾爷才能做到让 SSS 级诡异这样吧。我们龙国有曾15，真的是老天爷恩赐啊！而且我觉得换任何一个人来，都不可能做到曾15这样。而其他国家的直播间战斗的声音也逐渐变少。抛开立场不谈，这也太好哭了，好羡慕。我突然觉得找一个女鬼谈恋爱挺好的。喂，你们在聊什么？我们国家的选手可都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啊！那能怎么办？那你告诉我，除了看还能怎么办？的确，正如其他国家的弹幕所说，此时此刻，那些全程参与在其中的选手们，一个个都双拳紧握。因为我的存在，整个诡异规则求生都变了，嫉妒、仇恨、内心的不平衡，各种复杂情绪已然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不，我已经不想再继续了。我们全都是来诡异世界求生的，凭什么你就不一样？告诉我，你龙国凭什么？告诉我，你曾15又凭什么？这游戏根本就不公平，我不服！来，朝着我这边冲过来，似乎是想要打断我们，但就在他准备靠近的时候，风物屠夫动了。此时，一名男子终于忍受不住副本内的压力，直接朝着我所在的位置冲了过来。下一刻，憎恶屠夫直接出现在男子面前，直接掐住他的食指。质疑规则游戏公平性就是违反规则，你们还有谁不服的吗？憎恶屠夫说到这里，将目光扫向了那群人类选手。众人看到此景，心惊胆战。这时，感觉到梓潼的状态逐渐开始恢复正常，我也松开了手。梓潼则是一脸的意犹未尽，但下一瞬，他眸光一闪，看向了一旁的憎恶屠夫。今天的事，我记住了。面对梓潼的威胁，憎恶屠夫面色平静，没有说话，而是转过头看向了其他的人类。所有人回笑。看着对方离去，梓潼一声冷哼，随后他回过头看向我的时候，脸上再次挂满了愉悦。我们也回去吧。梓潼乖巧地点了点头，主动的挽住我的胳膊。两人此刻完全就像是热恋中的小情侣。金发诡异跟在他们的身后，一样是满脸的姨母笑。刚离开酒店，梓潼立马停了下来，转身看向身后的街道。原本被黑雾笼罩的街道，开始渐渐显示出原本的样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诡异世界正在加速连接，你们的活动区域变大，新的规则也即将出现。新的规则？简单来说，这次你们所有的人类选手将会见到一个完整的诡异世界。此时，整个现实世界的直播间上也突然出现了2行血红色的字体。诡异副本正在融合中，新的诡异规则将会在2分钟之后公布。全世界的人类都瞬间炸开了。这是把所有副本都融到一起了。什么副本？这些都是我们国家被冻结的领土，而且不只是我们龙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也有。他们这是把人类冻结的领土拿来构建诡异世界，只要有国家四战全败，所有的一切都会成真。这时，诡异规则游戏的通道也再次响起。融合副本，诡异事件，副本等级无级别，融合所有副本组建而成的诡异世界。规则1：选手间不允许互相残杀。规则2：选手身在何处，必须严格遵循当地规则，违反者将会受到伤害。规则3：副本将会不定时发布诡异任务，所有选手必须参加。规则4：每位选手随体都会触发诡异事件。注意，融合副本没有固定限期，直到通关最终任务为止。选手成功通关后，将会对通关选手进行综合评分，按照通关选手评分高低进行排列。评分第1的选手不仅可以解冻领土和获得最佳资源外，还会有隐藏奖励。听到最后一条通告，整个龙国的民众彻底激动了起来。这次是我们龙国翻盘的机会。话虽如此，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什么融合副本？这不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的范本吗？没错，就像是毕业生走向社会，很容易就踩坑。可这个地方都是诡异，想要在这里生存，难上加难。而且还有什么诡异任务和诡异事件，想想就恐怖。无级别的副本，绝对比以前所有副本加起来都要可怕。此时，诡异世界内，我看着那头逐渐清晰的街道，脑海中也在总结着刚才通报中的信息。基本规则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现在无非不就是等于点亮了整个诡异世界的地图，增大了活动范围，并且添加了诡异事件和诡异任务，变得更加危险。至于通关评分奖励什么的，那也都是后话。从始至终，保住性命，活下来才是最为重要的。走吧，我们先回学校。说着，几人继续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可没多久，梓潼再次停了下来。不好，洛瑶如果知道我离开了学校，他可以随时出来。说到这里，梓潼更是心慌不已，连忙看向了周围，生怕洛瑶出现在了这里。我得先走一步。阿金，你带曾15回学校。梓潼立即便化作鬼影消失在原地。看到此景，我顿时愣在了原地。梓潼大人跟洛瑶亲姐姐的关系非常好，他只是不想让洛瑶伤心。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女鬼，这个时候只怕你连渣都不剩了。我知道，
那么洛瑶的姐姐又是谁呢？想到那个女人，金发诡异，身体忍不住颤抖。我不能说，不过世界已经开放，你总会见到的是一个极其另类的女鬼。哦，能比梓潼还另类？哎，梓潼大人很另类吗？不知道。我连忙止住了这个话题，但心里大概也有了底。毫无疑问，绝对又是一个 SSS 级的诡异。哎，管他呢，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学校操场上，所有选手集合在一起，议论纷纷。我真的受不了曾15了，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也是，我想出去闯闯，说不定也有 SSS 级诡异能够看上我呢。反正到哪里都要遵循规则，我们为什么不去赌一赌？你们要去自己去，我反正是不会去的。刚才通报说过有诡异任务，你以为你真的能随便离开吗？说的也是，现在连是什么类型的任务都不知道，不能贸然行动。就在众人聊得起劲的时候，只觉得背后一阵阴风袭来，随后一个熟悉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他们回头一看，发现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消失了2天的洛阳。我问你们，曾15呢？众人见状，浑身冷汗直冒。可他们很快就想到了先前曾15和梓潼的所作所为。要是将其告发，曾15说不定就完了。曾15他马上就回来了。突然，又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梓潼正朝着这边走来。看到是梓潼，那名准备告发的选手瞬间脸色发白，不敢继续说下去。今天他们都去了鬼市，我也顺便出去散散心。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出来了。曾15去了鬼市，那太危险了。洛瑶心急如焚，扭头就准备去找，但就在这时，我的身影也随之出现在了操场上。看到2女同框，我突然压力倍增，心里有种非常不妙的感觉。但下一刻，一股巨力传来，洛瑶直接就将我扑倒在地。曾15，我好想你。根本等不及我开口，洛瑶就毫不犹豫地吻了上来。我瞬间瞳孔放大，但就在下一秒，一个让我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不对，你身上怎么有股其他鬼的味道？更新了，曾15脚踏2女的秘密即将被发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身上的味道跟梓潼姐姐身上的味道是一样的，而且还不只是身上，好像你嘴巴里的味道也有些不对，有些恶魔之卵的味道。而且也有别的。说到这里，洛瑶蓦然转过了头，将目光看向了身后的梓潼。2人目光对视，时间都仿佛定格，整个操场的气氛也随之变得更加诡异了起来。其余的选手见到此景，一个个汗流浃背，心里更是却无比期待。同样的，看到这一幕，直播间里其他国家的观众一个个都手不行。哈哈，龙国的渣男被发现了，喜欢玩火是吧？我看你现在怎么办？很难想象当 SSS 诡异发现人类出轨会是什么下场。新的副本开启，龙国选手已经没有机会见到真正的诡异世界了。看到其他国家的弹幕，龙国民众也一个个坐不住了，开始反击。你们他妈的，曾爷能叫渣男吗？曾爷是为了活命，为了能通关拯救我们龙国。要是这个选手是你们国家的人，你们还会这样说吗？肯定不会说啊，这些老外双标的还少吗？可关键是现在该怎么办啊？他们俩该不会打起来吧？好难办。洛瑶对曾15爷那真是宠爱，可梓潼为了曾15又什么都肯做。现在只能相信曾爷了，曾爷应该早就想到了有这一天。此时的龙国民众突然感觉天都要塌了下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我玩规则游戏都要紧张。而诡异世界内，我看着眼前的修罗场头疼不已。尽管自己想过会有被发现的一天，但没想到会那么快。本来还想着先给洛瑶做好思想工作，然后再主动公开，可没想到竟然被洛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发现。隐藏提示呢？能不能救一下？我内心万分焦急。此时2女还在对视着，尽管梓潼面无表情，但内心一样是无比的慌乱。只是在慌乱之余，内心深处似乎又隐藏着一丝丝的刺激感，好像就真的如同我说的那般。只是对于梓潼来说，恋爱都是件陌生的事情，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最终，我率先开口，打破了这份沉静。我承认，是我亲了的。此话一出，梓潼的脸瞬间红了好几个度，表情肉眼可见的开始慌张。看到梓潼的表情，洛瑶猛地回过头看向我，眼眶逐渐湿润。你说的都是真的？没错，这些都是真的。正当我准备老实交代的时候，操场上再次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此时此刻，整个惊悚大学副本里最强的3位 SSS 诡异齐聚于此。在往日的规则游戏，每个副本通常也就只有1位 SSS 级诡异，也是他们人类选手最难通过的一关。可偏偏却因为我的三角，3位竟然都出现在了这里。连你也都看到了？没错。曾雾屠夫先看了眼洛瑶，最终将目光落在了梓潼的身上。梓潼看到曾雾屠夫，双眼微眯，但就在下一瞬，曾雾屠夫却是叹了口气。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定制的规则游戏。梓潼为了帮助曾15通关，吃下了一枚恶魔之卵，然后梓潼身体几乎晕了过去，最后曾15这才迫不得已亲了梓潼。不过用人类的话来说，那个好像是叫人工呼吸。人工呼吸。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无比惊愕地看着这位曾雾屠夫。他说的有错吗？还真没错。可是这曾雾屠夫一开口，情景似乎就变了一个味道。本来不应该是纯爱浇花抓住男友出轨反差大姐姐，从而失望透顶，甚至还有可能因爱生恨。怎么现在听起来好像变成了反差大姐姐为救校花男友以身犯险，最终校花
话男友迫不得已，只好通过人工呼吸，又帮助反差大姐姐脱离危险。不是这剧情未免也太俗套了？这里可是诡异世界，这些诡异对于人类来说极其俗套的爱情故事毫无抵抗力。洛瑶大人，我也可以作证，本来那枚恶魔之卵应该是我去吃的，曾15亲的也应该是我。这个人工呼吸在人类爱情故事合集里有所记载，是真的有用。金发诡异的开口，瞬间让所有人当场僵在原地。人类爱情故事合集又是个什么东西？但好像他说的也都是大实话。短短几分钟，整个操场的气氛瞬息万变。我站在原地，看着身旁的憎恶屠夫和金发诡异，眼神也逐渐变得清亮。哦，真是当局者迷，代入自己，自然是会觉得自己有愧。可在旁观者的视角来看，这好像也没什么毛病。至于这个人工呼吸，看来这厨子看来对人类也很有研究。听到这话，洛瑶再次扑进我怀里，眼泪哗哗的掉个不停。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了呢。看到这一幕，其他国家的选手心态已经崩得不能再崩了。这他妈是诡异世界吗？这画风，这情节，确定不是在拍一场大型诡异恋爱连续剧？此刻他们彻底明白什么叫小丑竟是我自己。好啦，别哭了。不远处的梓潼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心里终于松了口气。唉。梓潼姐姐，我不该怀疑你的，谢谢你救了曾15。没事。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一幕，直播间里的他国观众们又一次的彻底。你告诉我，这还怎么玩？我就搞不懂了。那诡异屠夫怎么也出来解释？可该说不说，他说的好像还真的没错。阿西吧，那是人工呼吸嘛，脑髓都要吸出来了。看到其他国家的弹幕纷纷破防，龙国直播间的民众兴奋都要跳起来。看到没有？什么是神？曾爷就是神，曾神真是秀得我头皮发麻啊！只能说人家说的也都是实话，反正我是挑不出来毛病。是啊，憎恶屠夫摆在那，又是他主持的规则游戏，谁能不信？你们发现没有？要不是新副本融合，曾爷真能成为这副本的神吧？哦，你这么说还真是，副本大佬都站曾15这一边的，但还有别的诡异任务和诡异事件呢，可不能掉以轻心。是诡异事件内，随着误会解除，洛瑶也恢复了往日的活泼。梓潼姐姐，我都好久没出去过了，要不待会儿我们3个一起出去逛街？刚好我给你买点礼物，感谢你。我就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吧。以洛瑶的表现，一起去逛街，肯定会寸步不离的跟曾15腻歪，而自己也就只能在旁边看着，倒不如眼不见为净。刚好也抽空看一下《人类爱情故事合集2》，学习一下。想到这里，梓潼看了眼我，随后就扭头离开了操场。金发诡异见状，也连忙跟在了身后。看着梓潼离开的背影，洛瑶开口解释：曾15，你别介意，梓潼姐姐一向反感爱情，讨厌异性。更别说你还亲了他，他没出手，能这样已经很不可思议了。我听到这话，神情略微有些尴尬。洛瑶到底还是太过于纯情。走吧。洛瑶眼中充满着笑意，挽着我的胳膊就朝着大门外走去。另一边，梓潼也是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金发诡异连忙从怀里拿出了那本合集。梓潼大人，这是您要的东西。梓潼接过书，脸色却极其难看。其实刚拒绝出去逛街的时候，他就有些开始后悔。随着诡异世界彻底开放，自己要是不在身边，搞不好洛瑶还会带曾15去酒店做一些可怕的事情。越是这么想，梓潼心里越是紧张了起来。是自己又不能当个跟踪狂吧？金发诡异察觉到梓潼的担忧，连忙开口：梓潼大人，您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然呢？直接坦白，你也看到了，洛瑶得知这件事后有多么伤心。情场如战场，梓潼大人您输就输在太过于看重感情。晚了，先就这样吧。梓潼眉头紧蹙，翻开了手里的爱情故事合集，开始阅读了起来。那梓潼大人慢慢看，我先回图书馆。等等，梓潼大人还有什么吩咐？你看这个，恋爱大讲堂，最权威的自由恋爱培训班，解析人类自由恋爱故事，帮您解决任何的感情困扰，找到真正的幸福鬼生。梓潼大人，您这是想去参加恋爱培训班？梓潼肯定的点了点头。诡异世界其实一直都是在复刻着人类世界的生活方式，绝大多数诡异都是到了年纪按部就班，通过最传统的相亲模式去找到另一半。可往往这样的爱情压根都经不住考验，才导致大部分的诡异会像梓潼这样，压根就不相信所谓的爱情。特别是诡异跟人类相爱，毕竟自由恋爱对于诡异世界来说还是太过于开放和先进，只有极少数真正憧憬爱情的诡异才愿意接受。像《人类爱情故事合集》这种小众书籍，对于向往自由恋爱的诡异来说，无疑不是教科书般的存在。我现在就去报名，记住一定要保密，否则的话……放心，我保证不会泄露出去。对了，那大人不在学校，其他的人类怎么安排？诡异世界已经开放，爱谁管谁管。说完，梓潼就变成鬼影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我和洛瑶手牵手走在了鬼市的街道上。再次折返到这里，我发现远处的街道已然彻底清晰，更多的建筑、商铺还有店面都一一出现，整个街道上的诡异也越来越多，显得热闹非凡。我身为人类出现在这里，瞬间就吸引了所有街道上诡异。这不是刚才那个人类吗？他怎么又转回来了？等等，他身边的这个又是一个女神级别的 SSS 级大佬。他不是才跟另一个 SSS 级大佬逛街呢？你看那位大佬的样子，好像也很喜欢这个人类，离谱
啊，这一届的人类出了个狠角色。尼玛，这人是诡异女神收割机吗？怎么不是 SSS 级诡异都不配跟人类逛街了？感受到周围的这些眼光，我整个人都麻了。我操！现在自己不仅被同为人类的选手视为了对手，同样也成为了这些诡异的眼中钉。曾15，你别管他们。洛瑶停住了脚步，对着我就直接吻了上来。这一刻，我的耳边仿佛听到了无数道心碎的声音。走吧，我们去前面看看。说着，洛瑶再次拉着我上前走去。没走多久，一道吆喝声的出现，瞬间吸引了不少诡异的注意。您是否因为不懂恋爱而错过了一段美好的感情？您是否想要提升自己的恋爱技巧，变得更加幸福？恋爱讲堂马上开课，赶紧来报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洛瑶听到这些话，瞬间就来了兴趣，正准备走过去，我见状立即拦住了洛瑶。瑶瑶，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不要信吧。试试呢，说不定真有用。你要是想学的话，我晚上教你个。那能一样吗？你教我的东西你自己都知道，那我还怎么给你惊喜？听到这，我也不由得愣了一下。你说的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走，去看看。大人，您对我们的恋爱讲堂也有兴趣吗？我看看，今天报名，你们明天就开课。如果大人您需要的话，我回去之后直接帮您留个位置，等您学完课再结账都可以。好，那你就帮我报名吧，我明天就过去上课。看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感叹，果然是实力越强，越是吃香啊。走，我们再往前面走走看。两人继续逛着街，路上的一切让我是既熟悉又陌生，不知不觉已然陪着洛瑶硬逛了足足2小时。洛瑶看出我已经有些走不动了，于是主动提：累了吧？我们去酒店休息吧。酒店吗？对啊，厨子的酒店，你中午不是去过吗？好吧，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答应下来。洛瑶眸子里闪过一丝狡黠，随后拉着我就往酒店里走，速度比起先前逛街更是快了不少。前台的小鬼看到是洛瑶，连忙上前迎接。洛瑶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吗？带我们去最好的房间。是服务员带着我和洛瑶来到一间豪华套房。洛瑶大人，这里一个晚上是4万鬼币。我操！住一个晚上要4万。我听到这个数字不由得一惊，而中午人类选手们拼了命，最多也就才赚1000多鬼币，结果住一晚上4万就没了。但作为一个男人，跟洛瑶出来开房，总不能让他出钱。我刚从口袋里拿出鬼卡，却立即被洛瑶拦住。刷我的就行，明天我下来的时候再来拿。好，祝您过夜愉快。对了，这个黑卡代表里面有多少鬼币？不多，也就1000万就变成黑的了。懂了，这个规则倒是很容易能理解，10万是银卡，100万想必就应该是金卡。来，试一下诡异世界的酒。洛瑶取出了一瓶红酒，放在了我面前。与此同时，龙国直播间再次变得一片漆黑。兄弟，有没有搞错？怎么总是关键时刻老黑屏啊？红酒都整起来了，小气氛也到位了，你给我黑了。谁都不想黑屏，可这实在是播不了。来人编个后剧，今天注定又是一个不眠夜。睡不着，去其他国家的直播间看看呗。听到这话，所有龙国瞬间涌入其他国家的直播间。卧槽！我现在才发现，原来他们的宿舍都是铁架床，这床都快烂掉了，能睡吗？我还以为他们都跟曾神一样，睡的是公主床呢。什么公主床？现在曾神都住上酒店套房了，不仅睡得好，而且还有人陪着呢。哎，诡异世界都开放了，这些人都不敢出去的吗？不是，这么看来，这些人凭啥还来我们龙国直播间嘲讽啊？面对龙国民众的弹幕，其他国家的民众们一个个鄙视了10万眼神，可偏偏又根本无法反驳，毕竟他们也都看到了，这就是事实。第二天早上8点，盗贼瘾迅速穿过街头，飞快的速度夹杂着极其浓郁的杀意，引起了一众诡异的骚动。此时梓潼的表情冷静的令人恐惧，要知道他等了足足1个晚上，可偏偏却没有等到我和洛瑶回到学校。期间他更是无数次的想要冲出去闯，却又无数次的打消了这个念头，所以他晚上只能通过彻夜研读《人类爱情故事合集》来麻痹自己。可他发现读得仔细，越是觉得这本书相当的奥妙。不过现在他只要想到我彻夜未归，心情就非常的不妙。刚走进大门，似乎都被杀意所弥漫，一个女鬼却慌慌张张的朝着梓潼面前跑来。大人，您是昨天自己来报名的吧？梓潼冷冷的看了对方一眼，请跟我来，我这就带您去教室。在女鬼的带领下，梓潼来到了一个像如教室一样的房间前，只见里面零零散散的坐着几名诡异。看到梓潼，这些诡异心脏狂跳，尽管他们都不认识梓潼，可光是那股散发出来的 SSS 级威压就让他们敬畏。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身为 SSS 级诡异，竟也会参加这种培训班。其他诡异则是纷纷朝着教室的角落聚集而去，生怕触怒了梓潼。大人，讲师9点钟开课，请您稍等哈。刚说完，门外就响起了阵阵脚步声。梓潼大人，您怎么也在这儿？梓潼的目光不由得看向了门前，来人正是他们学校的诡异教官。你不搞训练，到这里来干什么？梓潼大人，不是您说的爱谁管谁管吗？所以我就出来了。大人，我错了，我来这里真的只是因为好奇，所以才……闭嘴，你自己找个位置坐。谢谢大人饶命。诡异教官如释重负，连忙坐到了教室的角落，跟先前的那些诡异挤在了一起。然而没多久，教室的大门再次被推开，只见一名身穿黑色长裙的女鬼走了进来，她正是金发女鬼的朋友，惊悚大学的音乐老师。
梓潼大人，怎么是你？哼，闭嘴，滚到后面去。梓潼语气十分平静。黑群诡异连忙走到角落，当他看到诡异教官的时候，整个人再次一惊。不是，怎么你也……诡异教官连忙做噤声状，可就在这时，又一股四散开来的 SSS 级的威压正在朝着教室靠近。即便是梓潼也不由得抬眸看了一眼教室大门，因为这股气息十分熟悉。而此时，其他来这里上课的诡异内心更是无比崩溃。只是一个恋爱讲堂，怎么来的全都是 SSS 大佬啊！大人请进。门外女鬼的声音响起。瞬间被推开，一个胖子诡异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当中。看到来人，躲在角落的诡异教官和黑群女鬼纷纷瞪大了双眼。我操，憎恶大人！不是，憎恶大人也报了这个恋爱培训班。听到这话，周围的诡异们也都蒙圈了。大哥，你们到底是哪个单位的？怎么来的不是 SS 级就是 SSS 级啊？要不是培训费已经交了，我都想走了。你们这么搞，谁还有心思上课啊？且不说其他诡异，即便是梓潼也一样诧异万分。厨子，你怎么也来了？我要是不来，谁来给你们上课？曾雾屠夫脸上挂着笑容，梓潼愣住了。哎，你该不会就是这个恋爱培训班的讲师吧？没错，就是这样。听到这话，梓潼想起什么，蓦然一惊。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那本书的作者就是我。从那天曾15安然无恙的从教室走出来之后，我就对你们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不然你以为那天我为什么要带曾15他们来鬼市？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想看看你的决心。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为我提供真实的故事，能够继续创作。爱情是多么美好的东西，你现在还讨厌爱情吗？梓潼紧紧地盯着曾雾屠夫，隐藏的倒是深。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洛瑶也报名参加了培训班，他也要来。本来是要来，可他到现在跟曾15还在酒店。酒店竟然真的去了酒店。梓潼呼吸一滞，僵在了原地。犹豫就会败北。曾15这个人类非常特殊，你不愿意去争取，就是将心上人拱手让人，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曾雾屠夫的话如同魔咒一般开始在梓潼的脑海中循环。